男孩在山上放羊时，突然发现不远处竟出现了一只豺狼，吓得他赶紧瞄准豺狼，扣动了扳机。可没想到一枪过去之后，不仅没能打死豺狼，还把羊都给吓跑了。这让哥哥瞬间意识到了不对劲，因为当时父亲买这把枪的时候，卖家就说这把枪的射程是3000米。可经过刚才那一枪的测试之后，哥哥便认为父亲肯定是被人给骗了。可弟弟则表示是哥哥的枪法太菜。于是为了弄清这把枪到底能打多远，弟弟便一把抢来哥哥手里的枪，然后瞄准了山下一辆行驶中的大巴车。看着大巴车迟迟没有反应，他们的心情瞬间一落千丈。看来父亲买的枪确实射程不够。然而就在兄弟俩失望的准备回家时，山下的那辆大巴车却突然停了下来。见到这儿的兄弟俩瞬间害怕极了，担心出事的他们迅速就朝家里跑去。本以为躲在家里就安全了，可就在一家人晚上吃饭时，父亲却提醒兄弟俩最近放羊时小心点，因为他听说今天有恐怖分子袭击了一辆大巴车，并射杀了车里的一名美国游客。但母亲却让父亲不要吓唬孩子，因为他们这个地方非常安全，怎么可能有恐怖分子呢？可父亲却说还是小心一点为好。听到这儿的兄弟俩顿时感到一阵害怕，随后弟弟便询问父亲为什么他这么确定那名美国游客被枪杀了。父亲则表示他下班回来就看到警方把山上的路给封了，现在警方正在大规模的寻找凶手。然而经过父亲的这一吓唬之后，做错事的兄弟俩也没有了睡觉的兴致，更不敢把白天在山上开枪的事情告诉父亲。然而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，等时间来到第二天一早，警察就在山顶上找到了几枚弹壳，而通过这个线索，他们很快就锁定了开枪的凶手，就是住在这一块的。而由于这个偏远的小村庄并不大，所以警方很快就找到了这把枪最开始的持有者。就这样，枪贩子便落入了警方的手中。警方询问他为什么要朝着外地游客开枪，可枪贩子却表示自己是无辜的，因为他昨天就将枪卖给了一个猎户。得知这个消息之后，警方当即就开着车赶往了阿姆家。可就在他们行驶的途中，却恰好被那对放羊的兄弟俩撞见。随后警官就询问两人阿姆家在哪里。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对劲之后，聪明的弟弟赶紧告诉警官，阿姆的家非常的远，需要绕过前面的好几座山。看着两个天真无邪的孩子，警官直接信以为真，二话不说就朝着男孩的指引掉头前进。随着几辆警车渐渐的远去，兄弟俩赶紧慌里慌张的跑回家，将他们昨天在山上开枪的事情告诉了父亲。可还不等父亲教训他们，兄弟俩就开始推卸起了责任。弟弟说是哥哥先开的枪，哥哥则说是弟弟开的那一枪误杀的那名游客。然而也正是因为如此，兄弟俩便在地上大干了一场。但现在根本不是吵架的时候，为了两个孩子的安全，父亲只好决定带着他们跑路。而从这一点也体现出了父亲对两个熊孩子的无奈。而与此同时，另一边被欺骗的警方由于迟迟找不到阿姆的家，于是便只好折返回了枪贩子家。先是狠狠教训了一顿枪贩子，然后就将他的妻子给拽到了车上，让他妻子带路前往阿姆家。然而就在他们前往阿姆家的路上，女人却突然发现了山上的阿姆和两个孩子。当父子三人见到山下行驶来的警车后，二话不说撒腿就跑，可迎接他们的却是冰冷的子弹。眼看着警察已经将他们团团包围，害怕的哥哥赶紧朝父亲的方向跑，没想到下一秒一颗子弹就打中了他的小腿。看着哥哥那血淋淋的小腿之后，气急败坏的弟弟再也忍受不了，捡起地上的枪就打算和他们硬刚。面对着一群警察的抓捕，父子三人赶紧躲在石头后面。可这样一直躲着也不是办法，大儿子想要冲到父亲的身边，没曾想却被子弹击中身体。眼看着自己孩子倒在地上痛苦的哀嚎，父亲根本就顾不上周围的危险，慌忙地奔向了自己受伤的孩子。而一旁的弟弟看着哥哥被警察击中，竟气急败坏地捡起了地上的枪，毫不犹豫地朝着警察射击起来，瞬间就击中了一名警察的肩膀。见到对方开枪射击之后，警察也被吓得立即寻找掩体躲避，并向上级呼叫了紧急增援。就在父亲冲过来想阻止弟弟继续开枪时，已经受伤的哥哥却又被警方打中。这一次哥哥再也没有了任何动静，看着哥哥那一动不动的身体之后，弟弟的眼中满是悔恨和自责，因为昨天是他自己开枪射中的一名外国旅客，而哥哥却什么都没有做。意识到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因为那把破枪，弟弟捡起地上的枪就摔了一个粉碎。随后他在看了自己家人最后一眼后，便毅然决然地举起双手走向了警察，并大喊着这一切都是自己干的，与父亲和哥哥没有任何关系。而见到这个主动投降的男孩，警察的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。他们万万没想到要抓捕的恐怖分子竟然只是一个10几岁的孩子。看着警察们搬走哥哥的尸体，弟弟顿时陷入了无尽的悲伤与绝望。他回想着和哥哥之前的美好时光，十分想对哥哥说声对不起，但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。而最终迎接他的也将是法律的制裁。虽然那名中弹的女游客最后被直升机送往了医院救治，但由于失血过多，他也危在旦夕。
男人带着妻子来异国他乡旅游，没想到车窗玻璃却突然莫名碎裂。起初的他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，可看到妻子的肩膀不停流出鲜血之后，他这才意识到妻子刚才遭遇了枪击。这瞬间就让车里的乘客们陷入一阵恐慌，因为他们现在正处在一片荒凉的荒漠，他们还以为这是遭遇了恐怖袭击。更可怕的是，此时距离最近的医院也要5个小时的路程。为了女人的生命安全，导游只好提议将车开到了就近的村子，打算对女人的枪伤进行紧急处理。可不料这个地方的环境十分有限，整个村子里就只有1名兽医，压根儿就没有处理过枪伤，并且由于他们和当地人的语言不通，所以这对美国夫妇根本无法和他们交流，一切都只能依靠旅游大巴上的导游。而由于大巴车上突然出现枪击事件，车里的其他游客也都因为担心再次遭遇恐怖袭击，所以便都提议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。女人的丈夫希望众人再等一等，而导游也表示这个地方根本没有恐怖分子。最后压根没人相信他们的话。而就在杰克跑去和大使馆求助的时候，那辆大巴车也无情地抛下了他们。然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开枪的人其实只是一个10几岁大的放羊娃。他当时只是想测试一下父亲刚买的枪能打多远，于是便随意的朝山下射出了一枪，没想到却意外打到了女人的肩膀。尽管最后警方通过调查顺利抓住了开枪的男孩，而妻子也被直升机给送到了就近的医院，但因为这颗子弹引发的风暴，却已然成了无法逆转的定局。巴别塔这部影片是一部关于人类孤独、隔阂与渴望连接的作品。导演通过放羊娃的视角，展现了全球化背景下边缘群体的无助。开枪的男孩并非恶意的制造者，却是系统性误解的受害者。毕竟他只是想测试一下枪到底能打多远，而随着旅客不幸的被击中肩膀，也象征着任何一个微小的举动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，摧毁无数人的生活。同时，影片也提醒我们尽量少去荒无人烟的地方旅行。好了，我是牛牛电影，这期作品就到这里了，下期我们不见不散。